美国海军联合日本和菲律宾在亚太接连举行2场军演，或为改变战略退势吗？未料反霸权成了主流，遏华战略恐怕难以奏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本期忠诚 Talk。据外媒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分别与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军队举行了联合演习，意图加强华盛顿同两国在亚太相关滨海水域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提高与盟友之间的互相操作性。有分析人士称，美国海军陆战队频繁与盟友在东亚和东南亚举行联合演习，是想依托地区盟友整合资源，帮助华盛顿在太平洋地区争夺主导权。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结合美国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来看，不难发现，华盛顿试图利用自身实力地位操控亚太盟友，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和政策，甚至还特别强调应依靠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亦或是四方安全对话等盟友机制，对中国展开遏制围堵。也就是说，美国海军最近在亚太接连举行的2场军演，无非又是美国捆绑盟友集体围堵中国的老操作。而这一举措也昭示着美方未来一段时间的活动动向是依托印太同盟体系加速亚太版北约实体化进程，进一步打造围堵中国的态势。其实美国这一战略目标从今年举行的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就能看出端倪。其一，军演启动背景正值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意味着美国有意继续搅动区域安全局势。其二，美国借军演不断拉拢日韩等亚洲盟友，强化军事同盟体系，让他们进一步向美国地缘政治博弈靠拢，映射出华盛顿正在推进印太战略落地，为亚太版北约铺路。其三，美国借漆黑2022演习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空中力量调度中心，依托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2个军事基地，将美国军力向南海辐射，意味着美国正在借本次军演检验第2岛链的封锁效果。毕竟它的第1岛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名存实亡了。由此可见，美国如今再度牵手日本和菲律宾举行军演，其目的仍旧是为其重返亚太战略服务。然而无论是他的图谋建立亚太版北约，还是利用军演强化亚洲同盟之间的军事关系，美国耗费10年打造的围堵中国的计划也改变不了华盛顿当下的战略退势。首先，随着中国055型驱逐舰服役以及各类战斗机形成的战斗力，预示着中国在亚太地区海域和空域范围内已经能对美国部署的战力形成优势了。其次，除了军事，中国在经济、科技乃至外交等方面都在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崛起。按照这一发展趋势，中国整体实力或在不久的将来赶超过美国。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制定的遏华战略中，我们不难发现，该战略的本质其实就是单极霸权体系。简单来说，也就是美国通过捆绑亲美力量来制衡可能危及霸权的国家，例如通过亚太军演拉拢日韩以及东南亚国家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然而，华盛顿利用盟友维系霸权的手段越来越不得人心了，以至于反霸权成为了时代主流。这一点从全球去美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便能得到印证。基于以上分析，美国为了巩固单极霸权，制定围堵中国的全球战略恐怕难以奏效。因为华盛顿如今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其穷兵黩武的行为正在让美国失去一个大国的权威和影响力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